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美国福布斯网站呢对伊朗引进先进战机的这个计划呢做了一个评述。他们曾经呢分析过，伊朗最有可能购买的先进战机是中国的歼10，而且他们甚至建议呢，伊朗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目前活钱不多，要想买歼10战机呢，可能也很困难。最好的办法是买歼10A 这种二手战机。那么现在他就发表文章来评述这件事儿，认为无论是引进俄罗斯的苏35，还是买中国的歼10，他都没钱，因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呢造成了很沉重的打击，石油出口锐减，那么它的外汇储备就非常有限。不要说买苏35了，就是买中国的二手歼10，恐怕它也勉为其难。何况你买了以后还要训练，训练也是要花钱的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伊朗还会急着引进国外的先进战机吗？可能有困难。那么自己研制行不行呢？伊朗有一点航空工业，但是它生产和研制的只能是第2代的轻型战机，而且性能呢很一般，要想满足它的作战需要非常困难。只有大量装备第3代的战斗机，它有可能提升它的空军或者是卫队的空防能力。在花大钱引进先进战机的问题上呢，伊朗现在确实是两难的问题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美国人又给伊朗出了主意，说你引进歼10战机或者苏35战机，你还不如发挥你自己的优势，开发更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。那么美国人这个建议有道理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。伊朗虽然它的整个军火工业并不是很发达，但是在几个领域里，它确实是在中东地区数一数二。一个就是它发展的弹道导弹，它的弹道导弹种类繁多，有近程的，也有中程的，甚至呢还有中远程的弹道导弹。它的动力装置有液体燃料的，也有固体燃料的。这些导弹大部分都可以进入坑道，在地道里储存，因此遭到敌方突袭的可能性呢不是没有，但是生存率可以大幅度的提高。那么一旦和某国家开战，它可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可以使用。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研发能力也不错，各种类型都有。这个呢可以说是伊朗的一个强项。它不仅弹道导弹，连火箭弹它都已经搞得很不错了。再一个优势就是无人机。伊朗的无人机怎么样？你别说，它有些产品还确实不错啊。经过10-20年的努力，伊朗国产的无人机从小到大，从少到多，功能呢越来越全面。它不仅能够生产靶机、生产无人侦察机，还可以生产察打一体无人机，能够挂下来呢小型的精确制导弹药，在敌方上空长时间的巡逻，一旦发现敏感目标，它就可以发动攻击。技术和美国虽然有差距，但是够用。因此，很多中东地区的国家和武装组织都购买了伊朗的无人机。伊朗除了弹道导弹有这个一定的基础，无人机有一定基础，它的巡航导弹应该说也不错，因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技术类似。何况它还从某些国家引进了比较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，在此基础上呢，它改进改型，做增程的工作，或者是提高精度，应该说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。那么现在它依靠无人机、依靠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，是否就能够取得未来战场上的控制权呢？或者是立于不败之地呢？现在还不好讲，起码伊朗是有这个能力和手段生产这些平台的。可以讲吧，这些能力有总比没有强，强总比弱好。最近伊朗又公布过几段视频，它的无人机飞到了美国航空母上空，进行了长时间的侦察监视，美军的舰载机甚至都没做出反应，依然停在甲板上没有动。那么可见，伊朗在无人机这个技术方面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。再加上它未来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，那么对美军的一些小艇，甚至一些比较大军舰都可以构成威胁。我不一定能把你击沉，但是给你造成破坏，总是能做到的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威胁，美国人是否有足够的防空能力来消除这些威胁？这个呢还不一定。美国虽然这个武器装备比较先进，但是对付无人机的手段目前都属于研制阶段，还没有正式列装。因此在短期内，伊朗如果大量的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，就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战场的优势。美国媒体的这个建议，可以说对伊朗的国情掌握的还是比较深入的，他的分析呢也比较到位。伊朗最终能否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开发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弹道导弹、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，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。最终在海湾地区的博弈，谁能占据上风，这个还要看后续的发展。
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